Hello Hello， 大家周二好呀！今天又是特别漂亮的一天，我们在前往球场花园。先来看一些漂亮的花园片段跟植物特写，来开始今天的 vlog。好多大花葱都已经结种子啦，收了一些被雨水打下来的。接着去给一些雨水打下来的风铃草做了一些支撑，它们的花真的很大呢。包庇雨水打下来的 Spiraea 也让它站起来。今天另外一个大活是从温室里把要准备开花的 Amorphophilus 巨花魔芋把它搬出来，把它送到会在花园里展示的它的新家，其实就是在门口大家来到花园会 check in 的地方，给它照上一个防晒罩，因为它刚刚从温室里出来，还要慢慢让它适应新的环境。接下来就是今天的大任务啦，跟 Chris 一起在前往球场花园去修剪这2条红豆杉树梨。那2条很漂亮的弧形的树梨是那个花园非常标志性的定海神针一样的存在吧。这一次终于有机会去了解它的故事啊，它的历史，去学习怎么正确的修剪它，今天就还蛮兴奋的，边吃饭边录一段，免得我待会儿忘记了。所以前往球场花园其实是在大概4年前才改造成现在的样子的。以前大部分好像是一个草坪的样子，然后中间有一些种植床，然后他们在有一年冬天就进行了一个重新的换代升级的设计，然后变成了现在这样非常的曲线型的一个设计，然后加上一些 stepping stone 的铺装，我是超级爱的。对于我们景观师来讲，就整个那个 place making space making 它的空间，它的形态，然后它的种植，超级赞超级赞。 OK， 回到那个树梨，所以树梨在当年是 Dan 就是那个区域的主理园丁专门去了苗圃，选了不同高度的红豆杉，他在确定了2条树梨的平面之后，挖了2条深坑，按照那个形状挖出来，所有的红豆杉呢就依照一个高低次序根挨根。你们知道从苗圃挖出来的树或者是灌木，它就是有一个自己的 root ball 嘛，一个根球，在当时他们就是根球挨着根球就排坐，这样把2排红豆杉都种进去了。 Chris 跟我说他们大概用了1年的时间去完全长在了一起，形成一个非常连续的树梨的形状。然后呢，他们每年都会进行一些小的修剪 cut down， 就把它整个高度往下降，把整个上面的一层都给它切掉，因为它也会不断的长宽，然后所以我们今天是把它的上方的宽度一定要给它控制起来。任何木本植物的特性吧，它都会往上往外长，而我们的树梨会希望人工把它修剪成比较向内一点的角度，这样其实有利于阳光打到2面上，保证下面这一区的树叶也一直都是健康的，而不是被上面的这些过多的树叶跟枝干给遮住了。把它往低了剪，往窄了剪，会在它的上面就是不太被看到的地方打很多的洞。 Chris 说最后的那个效果就有点像一片奶酪芝士一样 Swiss cheese， 然后有很多洞洞，这样其实是非常有利于它整个灌木里面的通风啊，然后光照，其实会让它长得更健康。还有很多就是已经看到每次修剪都修剪到一个地方它已经打结了，就是同一个枝干已经长出来可能5-6个手指，已经木质化到那个位置了，如果不会造成一个大的洞的话，就尽量把那一块全部都切掉，让它能有新的比较松散的生长，这样起来。Is that a good angle? Yes. At one point, this was probably pretty close to the top. Then a little bit grew. Then it was Yeah. cut again. So you can see right there, that's probably where it was cut again. Right. Then it grew a little bit more. And it was cut again. Then it grew a little bit more. And it was cut again. And it grew a little bit more. And it was cut again. And because so much new growth was left on every year, this is how much it's grown. You know, that's almost 6 inches. And 4 to 6 inches much taller, probably about a foot taller, is what ultimately we took off with this. Yeah. With all the trimming we did up top today. 刚刚就是 Chris 在给我解释这些打结的点是如何形成的，他也教了我用这种拍打的方式去如何找到它们，因为你的手会感觉到这些很老的枝条打结的地方就很硬，然后就可以去看把它切到哪一个点比较合适，然后那个地方呢就会相应的形成一个空点，
可以让光和空气都可以通过进入到灌木里面去。然后这里又是另外一个被剪掉的例子。And so with this, I say, all right, I'm probably going to actually want to get in below that. So we're going to come down where there's some good healthy growth down here. Nice. And I'm going to be more, see, now that you put that back in, you can't even tell. Yeah. And there it is. And I can afford to be a little bit more heavy-handed because we're on the back side. Right. I think, yes. Nice. So you see that? You can't even tell. Yeah. But we took that whole thing out because by doing it this way, it allowed us to see more clearly. Yeah. So here's a big one. You know, this kind of looks like this weird tuft at this point. Yeah. And so maybe we do that. Nice. Take that out. So here's a couple of weird tufts. And it's all about going in. 所以刚刚就是 Chris 又在亲身的去讲解怎么样科学的去选择去打洞的位置，同时保持树篱的美观性。他今天教了我很多东西，给我展示了如何去使用专业的电锯或者是说绿篱修剪机，就还蛮好玩的。我们今天算是一个中型的修剪吧，就一方面要让它保持在一个观赏性还是非常强，特别是在它正面的部分，还有它上面的这一个平面，还是要让它非常的美观，然后一个连续性。但是呢，很大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它的背面，也要进行同样的修剪，而更多的是为它的健康所考虑，保持它的通风性，保持它的光照。哈哈，来看一下满地的剪发店即视感。那今天就先这样啦，咱们明天继续。